我真的很怕这集会不会要录60分钟？我真的很爱啰嗦。开始了吗？好，很开始。Hello， 我是梦幻球人，在我家的 Vivian。今天呢，不跟大家分享食谱，今天要来帮大家解答 Q&A。因为 Vivian 之前有分享过一部怎么样子选那个调理机啦，或者什么搅拌机的影片，得到了蛮多的回响，很多朋友留言或私讯给我，就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子选一台这个机器，因为不可能像我一样，像 K 笑一样，大概很少人像我一样所有都买。但是，我还是要讲，你真的该买这个机器吗？我觉得可能很少人跟我一样玩这么细哦，所以呢，不见得你们都需要这些机器，有可能你一台都不需要。所以我今天呢，用我个人亲身使用的经验，想分享大家，你真的该买它吗？好，那我想一开始我就要先讲，目前在桌面上的这些机器，是我自己觉得我在拍片的时候都会用到的。原因呢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因为我不可能只用一台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每一台都拥有所有的功能，不是那个功能也许都可以揉面，可是不是那一台，就是一定有一台它揉面的效果是特别快特别好，所以我会放在影片的操作过程里面，或者是说我觉得它在那个功能上面表现的比较优异，好，这样说比较好，不要说它缺点，我们说它的弱点，就每一台机器都有优缺点，然后有它的，不要说缺点，我刚刚说不要缺点 ，sorry， 再更正一次，优弱点，好，这样比较好，就是不是优弱乳哦，是优弱点，就是它有优点也有弱点。那我就是以我自己使用，我觉得它比较雷的功能，我就比较不会去使用。好，再次强调，我今天是用我现有手边的品牌来分享。同一种类的机器有太多的品牌，我没有办法帮大家一一实测，所以大家就是自己要评估拿捏哦。因为同样是这类型的，比如说同样是破壁机，或是同样是食物处理机，效果还是不一样的。我就以我自己拥有的这个品牌来做分享，就大家再自己拿捏了。好，首先是 K 的桌上型搅拌机，我这是5 quarter 的。它的揉面呢，并不是我觉得特别惊艳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容量有限制，第二个呢，它我觉得它的转速，我是所有机器里面转速最少的一个，也就是它可能转速呢不到就几千转而已，所以它的转速算是小的。那转速小呢，就会带动一些东西比较弱，所以它很不适合打碎东西。所以比如说你要粉碎东西或打果汁，它真的不太 OK。我什么时候最会用它？就是我在打发全蛋、打发蛋白、打发鲜奶油的时候，我觉得它最棒，因为它的这个盆口广，所以我甚至在打发了以后，我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直接取出来，去跟面粉做混拌，所以我觉得我会拿来做打发。那另外一个我常常搬它出来，就是做面条还有压面。比如说我们的馒头啦，要把它压面，把气泡压掉啦，或者说做面条或是水饺皮，我觉得它是首选，因为其他的机器通通都没有办法延伸这个功能。那再来呢，就是第二台机器呢，就是这个Magimix， 这个是食物处理机的部分。那食物处理机的部分，我觉得它的最擅长的部分就是它可以来处理食材，比如说刨丝、刨片、切片，这个它可以做得又快又好。第二个，我觉得它要夸赞的功能呢，就是它的揉面功能。它的揉面功能是所有的揉面功能量最多，然后可以揉到出薄膜最快速。出薄膜的速度大概只要30秒就可以初步的出薄膜，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会拿来使用的部分，就是处理食材跟揉面。好，接下来呢，就是它旁边的这一台，其实它本来不应该放在这边，但是因为它是百灵的7系列，因为我发现它的价位比较便宜，然后它几乎可以取代这个 Magimix 大台，只是它的揉面速度，揉面的出薄膜效果没有大台的来得好，是因为它的甩打的力道还有盆比较没有那么大，然后它处理食材的量也稍微略输大台的1咪咪，所以呢，我觉得它等于是可以稍微取代大台，但是大台还是在揉面的量上面，还有它的出薄膜的速度上面是赢过了这个百灵这一台。但是如果大家考量那个价位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个
百灵这台。那我自己呢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会拿出百灵？就是比较少量的食材的时候，我就会拿百灵。那刚刚忘记讲这3台的缺点，因为我们讲不要说缺点，对不起，弱点 ，sorry， 弱点哦。好，它的弱点呢，我觉得像第一台呢，就是第一个。它的容量在5 quarter 上来讲，它的面团搅打的量不是那么好，然后还有它揉面要产生薄膜的时间也没有像 Magic Mix 那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有点可惜的地方。但是有人会想要买它大一点的容量，那缺点就是比较贵，还有比较占位置，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的配件上面，老实说比较雷一点，就是像它的刨丝，它也可以买这个延伸的刨丝的器但是说真的，遇到比较软一点的食材，或是过硬的食材，它会有点刨不动，在原地刨。我觉得这是它比较弱的弱点。那其他就是它也没有办法打细食物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比较不会使用它。像虽然它还可以搅这个肉丸肉泥，可是它只是乳化，它只能搅当做乳化，它没有办法边把它打碎。所以制作肉丸啊，或是肉泥啊、肉球啊、麦当劳的麦克鸡块这一类的东西，我就会选择还是用食物处理机，我不会把它搅成那个绞肉以后再用这台打，因为效果真的没有这种好，没有这类的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破壁机了。在进入破壁机的时候，我想我先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很多厨房新手、厨房小白来问我的问题：什么是破壁机？它到底用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顺便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到底是怎么发明的。其实这个名词是大概10多年前陈月清老师他们团队讲出来的这个名词破壁机。所谓破壁机呢，就是可以瞬间击破食物的细胞壁，然后让它的营养成分可以完整的释放出来，让我们的人体吸收。那这个是在生机饮食概念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名词。那这个破壁机呢，什么样的机器可以达到破壁等级呢？就是1分钟转速超过22000转的机器。那听起来又觉得有点难因为数字又来了。我解释一下，1分钟转22000转的概念for example 就有点像是你手里拿了2把刀，我们准备剁碎一个食材，我在1分钟内剁100下，跟我在1分钟内剁1000下，跟我在1分钟内剁10000下，你认为哪一个食材会打得最细致呢？好，我听到大家心里的声音，没错，你答对了，就是10000下。所以次数越多呢，这个食材被等于是剁得越细的意思。所以回到这个调理机的概念，就是它可以把食材打得非常非常细致，所以呢，它很适合处理一些，比如说你要做香料粉，或是你想要做这个什么，有的人说什么咖啡也要磨成粉啦，还有就是生机饮食常常喝到什么没有渣感的绿拿铁，或是没有渣感的要破除食物细胞壁好吸收，生病的人他想要养生等等，他最需要的就是因为他要充分的摄取这个食物的营养素，所以他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击破食物的细胞壁，所以他就需要破壁型的调理机。所以基本上它的功能呢，我会用在就是把食物打得很细的状态下，比如说我要做一碗浓汤，我要它口感细到完全没有渣感，或是我要打一个含渣的豆浆，但是我想要它的口感喝不出渣的感觉，那你就偏向要找这个破壁型的调理机。那目前我现在桌面上的这个破壁型的调理机，其实这3台，我的左手的这3台都是，第一个是 Vitamix， 第二个是 Blendtec， 这2个品牌大概在业界上面就是有点像是 Benz 跟 BMW， 就是大家比较知名的耳熟能详的破壁机。那另外最旁边的这台是九阳新款的豆浆机，它也转速高达35000转，所以它也称为破壁型的调理机。所以这3台都可以。只是他们的刀头呢，在刀头的部分有一点点不一样。像这2台，它就是直接就内建的是钝刀头。那钝刀头在打一些硬性的食材比较不伤刀头。它的这个主机身呢是可以主要是要拿来做豆浆，所以它是用立刀头。
但是因为它为了搭配也可以打香料，所以它额外出了一款可以就是以不锈钢材质为中心，所以它有一个优点不会刮花，它可以把所有的硬的食材我试过，甚至拿那个很硬的叫做阿胶这种东西，就是中药材，把它直接放进去都可以打细成粉末。那我就觉得它然后我们也比较不怕它刮花，那这是它的优点。我之前有分享过那个米面包、米蛋糕，就需要很细致的米浆，所以这时候呢，破壁机派上用场。因为呢，如果我也曾经实验过，拿这个手持式搅拌棒来打米浆，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就是它一定会有颗粒的残留，但是还是可以做成功面包，但是整个搅打过程需要花20分钟以上才可以搅打成很细致的米面糊。但是这个破壁型的机器通常在1分钟多就可以把这个米打得非常细致，不管是干米打成米粉，或是米加水打成米浆，它们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打硬性食材或者打米浆做什么米糕或者说做那个萝卜糕等，你可能就是需要破壁型的调理机。这两台机器呢，其中的 Vitamix 的新款这一台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优点，我有时候也是会拿来使用，就是它的揉面功能。它的揉面的量大概可以揉到300克的面粉，基本上跟那个 KA 的桌上型可以容纳的量是一样的，就是大概都是300克上下都可以接受。那它揉的又快又好，只是呢它的取出面团，如果你的面团是带点湿性的状态，它会比较难取出。原因是它的这台的设计它的杯底它的杯底的广度比较大，比一般它的旧款跟其他的像这一台，它的杯底就是窄的，然后这个杯底就是广的，比较广的。而这个广度呢，就可以让它造成面团可以有甩打的效果，所以它可以产生这个面筋被甩打的过程，所以它也蛮快可以出薄膜，但是还是略输 Magic Mix 一点点。那只是说它第一个有面粉量的限制，因为 Magic Mix 可以打到500-600公克的面粉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只能大概顶多300。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说湿性面团，它会在取出的部分比较难取出，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杯身有做扰流的设计，所以边边角角有一些角落不太好取出太湿性的面团，我觉得这是它缺点的部分。但是如果是比较干性的面团，我有时候也是用这台机器打，我觉得打得很好。然后呢，另外的一个算是优缺参半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想要打一个完全没有加油的一个花生酱或是坚果酱，也是只有破壁机的机器才可以帮你做到。但是呢，我有发现，在打这些干性没有加入水的材料，比如说你要做baby food 的食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食物在这个杯子里面，它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如果没有加水的话，它会很难取出，所以它必须要有额外的刮刀去把它刮出来。但是因为这些杯子，像这一台边边角角的，我刚刚说的扰流设计，所以它边边角角比较多，所以挖出来的过程比较不是那么方便。那这个比较平的面呢，优点就是比较好刮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两种杯型稍微上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处理 baby food 的时候，我不见得，如果你没有要到达非常非常细致，因为你可能已经把食材蒸熟了、蒸软了，这时候你只是要稍微比较软，我觉得用 Magic Mix 或是百灵也可以做到搅打这个 baby food 或是婴儿食品，或者把食材打细的作用。但是如果你要到非常非常细致到没有渣感的话，还是要用破壁机。那缺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可能在有些比较黏的食材挖出来的时候比较难挖。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要打一些坚果类的时候，如果太少量，这个大的杯子是不适合的，你需要买它额外的配件去打这些酱料的部分。然后取出来的时候呢，也是比较难，就是把它挖得很干净，就是你要花一点功夫把它挖干净，这是我觉得遇到他们的问题。那其他就是他们有一些刨丝刨片的功能，因为他们有这些刀片，所以这个就也不能说是缺点，就是他们有设计在里面。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呢就是最左边的这台破壁型的豆浆机。我自己觉得我喜欢九阳的这款豆浆机，原因会常用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帮我完全全自动的煮好豆浆，而且这个豆浆是完全不用滤渣的。
非常非常细致，我拿滤网也可以没有滤不出来那个渣，这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符合我想做豆浆，做一些五谷坚果浆等等，都是自动做。然后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就是它可以自动的清洁，而且它的自动清洁功能呢，是可以自动清洁到完全干净。里面会残留一点点的水分，这是它的我觉得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它有办法烘干到全部干燥，我觉得那会是更好。但它目前虽然有这个烘干的功能，但我认为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干燥，我觉得这是它的弱点。然后呢，虽然其他的机器能够自动清洁的还有这一台 Vitamix 的新款，但是呢，它的自动清洁我觉得不是那么全自动，因为它最后等于是它只是启动设定了一个转速来让它清洗掉里面的脏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到水龙头下去清洗，所以我觉得它算是半自动的清洗。但是九阳这一款是全自动的清洗，就是说你不需要再把它移到水龙头下，除非你做一些它其他的功能。这也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就是它其他的延伸功能真的有一点多，因为它可以煮，它可以做副食品，它可以蒸东西，所以它可以蒸各种的内建设定，是优点也是缺点，就是它可以这么多功能，可是你相对要了解一下它怎么使用。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不想了解机器或者不喜欢看说明书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哇，这么多功能我不想了解，我就觉得那不会使用，那反而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功能。缺点呢，我觉得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内胆，它这个内胆设计因为是自动。主要的功能是为了自动清洁，自动制作豆浆，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凹槽或是孔洞，是会有水进去啦等等，就会造成这个机器呢，它的缝隙蛮多的。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杯身里面也是一样，它的你会感觉它的边边角角啊、沟槽啊蛮多的，因为它为了要符合完全的。可以放进去这个这个主机当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是它的缺点，就是如果你今天完全让它全自动做东西，你不会感觉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做一些副食品，你要把它的食材挖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哇，它的边边角角有点多。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要应用在什么方面。如果你是拿来纯粹制作豆浆，没有去做延伸的话，你会觉得很棒。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甚至还可以拿来揉面团，只是它的揉的面团量有一点点小，有点少。大概我觉得100多公克的面粉量比较安全。然后还有就是它搅打的过程，一搅完它就会只要搅成团，它就完全动不了，不会像这个 Magimix 这样还可以甩打，所以这是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是优点也是缺点，所以就看是不是符合大家的需要。你的需要呢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 Q&A 有关。大概收集了总共有50多个人的问题，然后呢里面我们选出了比较相近的集中的问题，大概有20个。那我们再帮大家抽出，正式进入 Q&A， 到底你适不适合这台机器？赶快 Q&A 开始。